大家好，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访华是德国各大媒体比较重大的国际新闻。我们来看看几家德国媒体的报道以及读者评论。今天我不发表自己的点评。我们先看看德国国家电视一台的报道。美国国务卿在北京，布林肯会见中国最高外交官王毅。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继续他在北京的会谈，在访问的第二天，他与中国的最高外交政策官员王毅进行了交谈。随后将与国家元首习近平会面。今天上午，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和中国高级外交官员王毅进行了闭门会谈，与昨天进行会谈的同一地点，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根据美国政府的说法，布林肯将在中午会见一个交流项目的学生和美国商业代表。美国国务院证实，随后他还将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此前曾有关于两人会面的猜测。在中国当地时间晚上，布林肯将继续飞往伦敦。此前不久，这位美国国务卿将就其访华的细节举行单独的新闻发布会。目前为止，访华基本满意，双方在昨天晚上已经得出了一个简短的临时结论。美国国务院和中国国家媒体将布林肯和他的中国同行秦刚之间的会晤描述为基本上是公开和建设性的。根据美国国务院的说法，布林肯谈到了一些冲突的问题，但也谈到了中国和美国可以合作的领域。秦刚，台湾问题是最大的风险。在一份声明中，援引中国外交部长秦刚的话说，中国致力于与美国建立稳定、可预测和建设性的关系。早些时候，他曾强调，美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外交关系正处于史上最低点。秦刚将台湾问题描述为世界上两个最大经济体之间关系的最大风险。中华人民共和国将这个民主治理的岛国视为自己的领土，并一再以军事力量威胁台湾。美国在军事上支持台湾，并正在扩大双方的贸易关系，有望进行下次会晤。据美方报道，昨天的会谈持续了7个半小时，比计划的时间长。恢复外交会谈、相互对话以避免冲突是北京联合会谈的主要关注点。尽管关系紧张，布林肯和秦刚希望在未来继续会谈，目前正在寻找一个合适的时间对华盛顿回访。对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来说，这是他2年多前上任以来的第一次访华。他原计划在2月份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然而由于美国上空出现了一个可疑的中国间谍气球，此行在短时间内被取消。好，朋友们，德国国家电视一台的关于王毅与布林肯会晤的报道，实际性内容其实不多，连王毅强调的台湾问题没有商量余地都没有提及。另外，把秦刚的姓名弄错了，可见德国驻华媒体的素质有多低。报道的后半部分，他用了那个刚这个词作为姓氏来称呼中国外长，这显然是个非常严重的错误。一个驻华记者如果连最起码的关于中国文化的知识都没有，姓及名都分不清，这样的外派记者难道能算及格吗？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德国《时代报》的报道。中国认为在台湾问题上没有让步的余地。在与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的谈话中，这位中国最高级别的外交官强调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不妥协立场，美国必须做出决定。配图说明，安东尼·布林肯作为美国国务卿首次访华，王毅是他会晤的第2个人。中国最高外交政策官员王毅在与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会晤时，排除了在台湾问题上的任何妥协。在这个问题上，中国没有任何妥协或让步的余地。中国国家广播电视台 CCTV 援引王毅的话说，美国必须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尊重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并明确反对台独。根据中国国家媒体报道，王毅还要求美国在与中国的关系中，在对话与对抗、合作与冲突之间做出选择。布林肯和王毅在布林肯访华的最后一天进行了会晤，会谈是在具有历史意义的钓鱼台国宾馆进行的。2位外交官对着镜头微笑，寒暄几句，然后在他们的顾问陪同下开始了会谈。在中国共产党的等级制度中，王毅的职位高于外交部长秦刚。周日，布林肯与他交谈了7个半小时，
比预期的时间长，双边关系处于建交以来的最低点。美国代表团称，两国部长之间的会谈是有建设性的和坦诚的。根据中国国家电视台 CCTV 报道，秦刚告诉布林肯，北京认为美中关系处于建交以来的最低点。这是美国国务卿5年来首次访华。近年来，两国的关系因贸易和人权问题、关于台湾问题以及其他一系列问题而明显恶化。世界上两个最大的经济体之间，在其他场合也经常发生争端。布林肯可能与习近平会面。2月初，在一个疑似中国间谍气球飞越美国上空数日，并随后被击落，导致美中之间出现不快后，布林肯临时取消了计划中的中国之行。现在，美国外交人士认为，布林肯有可能在目前的行程中还会与中国国家元首习近平会面。然而，总的来说，预计会谈不会有重大突破。美国代表团希望重新开放常规沟通渠道，以防止可能导致冲突的误解。两国还宣布，秦刚已接受邀请，对华盛顿进行回访。好了，朋友们，看了2篇不同的报道之后，可以说其他德国媒体虽然都进行了报道，但没有更多新的东西了。所以我们现在直接翻译德国读者评论，先看我们刚才翻译的《时代报》报道下的读者评论吧。目前我们可以看到有超过100条评论，估计还有更多评论，因为该报道才发出3个多小时。我不发表自己的看法，因为德国媒体对于台湾问题根本就是在胡说八道，出发点都是错误的。因为媒体就明说台湾是一个独立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民主国家，没有受过中共1天的统治，他们完全不考虑两岸的历史因素。可想而知，民众对台湾的认知错得有多离谱，导致了看问题就显得非常的肤浅与可笑。比如，有的读者认为美国完全可以直接驻军台湾，还有他们认为台湾与大陆是2个国家，中国根本无权侵略台湾。至此，双标又出现了，2个德国可以统一，而同属一个中国的两岸却不能统一。原因很简单，因为中国是独裁，而台湾是所谓的民主。另外，西方只考虑台湾及台湾人，而不考虑14亿大陆人，好像在台湾问题上，14亿大陆人就像空气一样，一下他们就剥夺了14亿大陆人的权利。这就是说好的西方民主。还好，在台湾问题上，西方决定不了什么。他们的话等于放屁，是的，就等于放屁，而且是放臭屁，让人非常的厌恶。他们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却口若悬河。西方人的思维完全掉入了所谓的民主怪圈，只从民主与所谓的独裁去考虑问题，所以导致了西方人的脑袋特别弱智，以及说话没有逻辑。至于他们看待俄乌危机如出一辙，根本不考虑因为北约5次东扩给俄罗斯造成国家安全危险这个最根本的原因。所以与西方真的没什么值得讨论的。我还是认为国家之间是凭实力说话的，这就是所谓的丛林法则，这点永远不会变。德国从媒体到政客都没有独立性，都是美国的傀儡，这其实挺悲哀的。好，我们看读者评论吧。德国前总理施米特曾经说过，100个小时的胡说八道总比1个小时的干仗要好。因此，希望美国和中国官员之间能有更多的交流。下一位，中国不应高估自己，没有什么能阻止美国有一天承认台湾，并在岛上驻扎3个师以及空军和海军部队。我们可以看到跟帖的非常多，我们看有没有值得翻译的。当然，美国在军事上比中国有巨大的优势，但美国对阿富汗这么说更合理。关键问题是，美国愿意为台湾这个岛冒什么风险？一个离中国大陆海岸100公里的岛屿，有90%的中国人口，其中大约1半人希望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统一。德国的一些人似乎很希望第3次世界大战最终开始。下一位，美国当然可以承认台湾，然而根据国际法，台湾仍然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如果这样，美国突然扮演了俄罗斯在顿巴斯的角色。下一位，我们又回到了关于第3次世界大战的恐慌中。当涉及到保卫主权国家不受独裁统治的时候，它总是被拿出来，很奇怪，不是吗？下一位，这个习近平到底是怎么了？他是不是急着要打仗？
还有什么好的？毕竟他也在拿自己的脑袋冒险，这不会是第一次推翻独裁者。他是一个蔑视人性的家伙，解放西藏，解放维吾尔人，最后把中国的理工科学生全部踢出德国和奥地利的大学，他们都有记录，并与北京政权有直接联系。下一个，这也是他们的国家，我们不想做出任何妥协，例如对德国赫尔郭兰岛，或者美国对夏威夷，或英国对爱尔兰，或西班牙对巴斯克地区。下一位，但台湾不是他们的国家。下一位，这都是王毅的大话。当然，他也知道中国对南海的最大部分海域提出了主权要求。在这样做的时候，王毅和整个中共都低估了这样一个事实：海牙长舌仲裁法院做出了有利于菲律宾的判决，而中国却认为这是一个错误。台湾的情况与此类似，在这里，中国也忽视了这样一个现实，即台湾是一个民主治理的岛屿，不希望被别人说三道四。下一位，这是中国几十年来的立场，承认一个中国政策和美国军队撤出该岛是美国与中国建交的代价，美国同意了这一点，而且至今没有正式改变。如果台湾今天比过去几年更成为一个热点，那是因为双方都指责对方想改变现状。由于台湾的地缘战略和经济重要性，这将对双方产生如此深远的影响，因此绝不允许发生任何改变现状方向的信号，或被解释为改变现状的信号，都会在深深不信任对方的双方引发有时是过火的反应。台湾对中国来说不仅仅是战略和经济资产，我毫不怀疑北京会毫不犹豫地为它冒战争的风险。从这些声明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中国对来自西方的话语感到不满，觉得自己没有受到应有的平等对待。同样清楚的是，中国觉得自己有足够的实力来应对可能的对抗，并且知道自己在全球的重要性越来越大，但中国缺乏一个应对的策略。下一位，我觉得中国外交官非常明确和公然的威胁性声明令人害怕。另一个法西斯政府威胁他们认为属于他们的自由国家，台湾是否属于中国是由台湾人决定的，或者战争。在香港之后，并入中国不太可能看起来很有吸引力。当然，发动一场战争，这将是另外一回事。对美国、台湾和中国来说都如此。但普京已经证明，非人道的独裁者不一定会理性地对待这种事情。而美国是否想对中国发动战争？根据目前的声明，在我看来，一场武力冲突似乎变得更有可能。在这个星球上，对我来说，它变得有点太热了，在每个方面都如此。下一位，在我看来，美国正寻找对抗的机会，这从特朗普的惩罚性关税开始，并将在拜登领导下的台湾问题上继续。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政策几十年来一直没有改变，所有相关各方都知道这一点。尽管如此，所有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已经并继续与中国做着良好的生意。我不愿意相信紧张局势会导致与美国的直接冲突，这是我希望的，因为中国人在冲突中的损失要比美国大得多。中国人在向美国学习很多东西，包括软实力。下一位，一个中国政策已经失败，台湾的发展如此不同，以至于像香港一样不可能被同化。在香港发生的事情既不和平也不符合人权。在民主国家和全球化经济体的联合中，台湾是不可或缺的。现在是美国、欧盟、太平洋地区具有西方意识的伙伴决定的时候了。为了两个中国，台湾有权利选择自己的命运，独立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对中国大陆没有主权要求。下一位，我们也必须做出决定，我们是否要支持台湾，一个民主的典范，其科技行业正在为我们的进步做出巨大贡献，还是我们要支持中国，一个独裁国家，它的行为越来越咄咄逼人，越来越不理性，它的经济正处于崩溃之中，对其巨大的内部问题，如人口问题，没有解决方案。一个拒绝言论自由，绑架和谋杀其他国家的批评者，监禁数十万人，强迫妇女绝育并积极进行种族灭绝的独裁政权，一个人为的让朝鲜在所有的集中营中生存的独裁政权，
积极用武器和技术支持俄罗斯的战争，并明确威胁要军事攻击和摧毁一个独立国家。我们的道德价值观真的如此廉价，以至于我们为了几个德国公司的利润而心甘情愿地出卖他们吗？特别是当你考虑到这些利润只是被中国人用来窃取我们的技术，然后他们壮大自己，并最终占领我们的市场。我们真的如此渴望金钱，以至于我们觉得这一切比支持一个民主国家更好吗？好了，朋友们，我觉得这家德国媒体的更多读者评论不值得翻译了。我们来看看德国国家电视1台推特账号上关于这条报道的评论吧。目前为止评论不多。在这里，布林肯正在被王毅愚弄。下一位，美国政权不只是与中国这样的国家会晤，美国政权威胁他们，讹诈他们，向他们施压，要求他们屈服。美国政权只知道附庸或敌人。下一位，台湾将发生战争，欧洲已经想制裁中国的投资，一切都会一点一点的发生，而且是伴随着残酷的宣传战。如果欧洲对其主要客户中国实施制裁，它将回到中世纪。好，评论就那么多。我们最后呢，看看德国《明镜周刊》的读者怎么说的，按关注度的多寡来翻译。中国人有一个计划，而且他们正在坚持这个计划，他们所做的表演只是为了伪装，掩盖他们的真实意图，只是达到目的的一种手段。如果你相信中国人，你还不如相信一个有毒瘾的二手车的推销员。下一位，数十年来美国佬都这样做，没有人介意。下一位，中国正在为战争做准备，而且早已对此毫不隐瞒，这就是现实。仅仅通过外交手段是无法阻止的，只有在中国认为他们会输的情况下，这场战争才能被阻止。下一位，在非洲一些国家已经与负责任的中国合作了，他们出让了原材料的权利，但现在却无可奈何地欠了中国人的债。下一位，对中国我们要保持警惕，中国是一个只相信强权的政权，如果中国人可以，他们会利用我们。好吧，这也适用于美国人，但来自西方的要比从东方来的好，因为美国仍然是马马虎虎的民主国家。如果你要在西方和东方之间做出选择，西方总是赢家，尽管它有种种缺点。下一位，美国的时代即将结束，中国的时代才刚刚开始，中国甚至还没有完全发力，美国早已过了这个阶段。我当然不喜欢中国，然而我们真的应该问问自己，一个人口是德国几十倍的国家，是否可以作为一个真正的民主国家进行治理？在这个时代，民主对我们来说已经是不可思议的困难了。而一个好的民主，只有在公民对政治完全信任的情况下才能发挥作用。在美国，民主也是非常困难的。我说，国家越大，从长远来看，民主就越不可能运作良好。朋友们，我们以这位读者的评论作为结束。西方读者满嘴都是民主神教论，今天我们就翻译到这里吧。谢谢大家参与讨论。